我是虞书欣。大家好，我是虞书欣。大家好，我是虞书欣。终于来到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了，我非常的紧张。刚才演员们的舞蹈我看了，很幽默，但是呢，都把我跳内疚了。4年了，也没有一些新的音乐代表作给他们表演，是我太不努力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大家以后可不可以别的对着我哇哦和 yes OK 了？哎呀，早就听说脱口秀爱冒犯人儿，果然我今天一到后台就被冒犯到了。刚刚那个发型师一直在找发夹，不停地问我夹子呢夹子呢，我什么意思呀？这个人也太唐突了吧！哎，又回到爱奇艺了。上次在这里参加的还是《青春有你》，那个时候天真姐也在，也和现在一样，我站在台上，你坐在台下。天真姐，我想，为什么不光我的青春有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的好龟龟。最近呢，一直在拜读天真姐的新书《去遇见》。这本书呢，真的非常的有深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但如果你是那种不爱看书，看2、3页就放下的人，我就更推荐你们看了，因为这本书的前2、3页是我写的序。总是有人说现在的网络舆论环境越来越差了，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怎么感觉大家好像都越来越喜欢我了，都在夸我，我都奇怪了，明明我从来都没有变过呀。前28年呢，大家都说我做作的不行，但是今年网友突然开始帮我解释，原来我这个不叫做作，我这叫搞抽象。谢谢21世纪善解人意的网友们和爱我的粉丝宝宝们，这件事情告诉我，只要你坚持做自己，总有一天观众们一定会见怪不怪的。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看中餐厅，还因为我在节目里帮小明哥拍写真，大家都说我是去达人觉得呢，在我的镜头里，所有人都可以美美的帅帅的。来到节目组，他们就问我，那脱口秀演员也可以拍的美美的吗？不可以，是不可以拍啦，因为我今天刚好没带相机，然后昨天风太大了，然后我的手机也刮花了，今天在减肥，然后饿的手有点抖，可以放过我了吗？大家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来参加这个节目呢？因为有一天我收到了《青春有你》的制片人江斌先生的微信，他说只要我能来，必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就想起了3年前我艾特他的那条微博，心里想，莫不是那东西他又缺了吧？好吧，那我就姑且再信你一次吧。谁让我是人美心善的西西子呢？开玩笑啦，在我看来，脱口秀它有真诚又有温度，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 lay back 的快乐。希望这次参赛的选手们能放松心情。如果你们紧张的话，可以看看坐在底下的我会给你们加油，但不会给你们加分的。好了，不搞抽象了，我是虞书欣，娱乐圈中名列前茅的普普通通的小美女，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翟佳宁，谢谢。这个半决赛了哈，说实话，现在什么心情就很羞耻，没想到得跳那个 Yes OK 了，那朋友。咱聊点更羞耻的啊，聊聊爱情。我也有过爱情。冒犯了，真的，我曾经有过爱情，我特别喜欢人女生，朋友们，但我真不太理解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人给咱定的一些规则。朋友们，真的，你知道人女生都非常可爱，对吧？她想把我也变得非常可爱，
跟我说原话，说翟佳宁，你看哈，咱俩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吧？那我就不能再继续喊你叫翟佳宁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管你叫小笨猪。朋友们，你看我这张脸了呢，做梦我都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跟这动物发生关系。他说那你不能继续喊我名字，你把我备注给改了，改成叫小粉猪。以后咱们俩发信息打电话之前必须先哼哼。朋友们，真的我30周岁了，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就早晨坐地铁就看着有个男的长我这德行，30来岁了，站在我旁边突然掏出来手机就哼哼，那我必须跟他说一句 yes OK 啊。完了，朋友们，哎，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喜不喜欢看对方手机？人女生喜欢定期跟我玩游戏，就每隔1周左右的时间打开我那个抖音短视频，往上刷10个视频，数一数能蹦出来几个美女跳舞。我真的，我从来没这么痛恨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呢。就你每次站在旁边看他刷，你那个心情不自主的忐忑微妙。第8个没有，太好了；第9个没有，马上完事儿了；第10个啪蹦出来一个美女，我当时感觉我死亡证明都出来了。真的，哎，我后来朋友们，我还仔细思考了一下，我感觉这件事儿很大一部分责任就赖咱手机。朋友们，你想哈，咱现在都是智能手机，对不对？人脸识别解锁，手机它天天看我好几10遍，那咱讲理，他手机应该认识我呀。那你说你突然看见一个陌生女生搁这刷你，你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产品，怎么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呢？我就感觉这短视频就应该给人推出来一个女朋友模式，放在后台就藏着，就当你突然看见一个陌生女生搁这刷你，你就应该使点气儿，连续蹦出来10个和尚敲钟的视频。管咱们爱情的和谐啊！完了，朋友们，对于我这种纯直男，最难的一件事没有之一，我最不会干的一件事就是回人女生发来的微信消息。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谈恋爱的时候吧，难免爱给对方发那种就是已经有结果，咱却帮不上忙、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就是好累呀，明天要上班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6点半也得起呀。我都想起来我当年高考答语文阅读理解的状态了。我好困。我说那困咱倒是睡呀，倒是。那我好困，完了还不睡，那到底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啊？那到底？而且朋友们，我发现最难的嘛，不是说咱不知道怎么回人家。最难的就是当咱思考应该怎么回人家，思考时间长了，中间没回人家，突然我好困，底下啪，小姐姐发来一个问号，那就完了，就是到点收卷了哈，那就是。哎，我为了解决回女生微信消息的问题，我付出了很多努力，真的朋友们，我现在手机里多下了200个表情包啊，绝大部分全是粉色的，像那个玲娜贝尔、卢皮、草莓熊，我跟他都好朋友都是。我数了一下，哎，其中117个是那个叫贴贴的表情包啊，贴贴，各位兄弟，相信哥们儿一句话，一定要学会贴贴着呢。贴贴可太好了，贴贴基本上能回答对方任何喜怒哀乐。你试试，我好饿呀，贴贴，我好困呐，贴贴。翟佳宁，我和你妈掉水里，先救谁？我先贴贴着。我永远忘不了朋友们，哎，我曾经陪他看过一个综艺节目，那个恋综，真好看。给各位没看过的朋友科普一下，这个节目是干啥的？我看了一下，这个节目就是把4个男嘉宾、4个女嘉宾放一个大别墅里，让他们朝夕相处1整个月，月末选择心动的彼此。朋友们，真的，我当时陪他看，我在想，我说能和4个美女搁一个大别墅里朝夕相处1整个月，这哪是心动的信号？这不向往的生活吗？这不是？但就是咱也不敢太向往啊，因为那里头所有的男嘉宾都太优秀、太帅、太有钱了。我女朋友特别喜欢一个男嘉宾，他有一个英文名叫那个威廉。啊，这么多粉丝，你看，哎，就各位男观众，哎，咱们想一个问题好不好？假如啊，你1个月咱就能挣4500块钱，你敢叫威廉吗？像我这种底薪就3700块钱，我也有英文名啊。就 loser 就是，
们，我真不太理解，就为什么这种恋综啊会专门请6个明星过来就来看这个节目，叫什么明星观察团，用你观察吗？我看他们就没有别的事儿，就放大人家任何一个互动简单的细节，就很简单。威廉在厨房和一个女生做饭，人好心好意从后边给威廉系围裙，这时候明星就说了：“这威廉怎么回事？”人女生给他系围裙，威廉脸上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呢？我说什么玩意儿？真的朋友们，我想就我搁厨房和个女生做饭，人好心好意从后边给我系围裙，我要是笑了，那不变态吗？那不是就。系紧点啊，很难想象啊。所以朋友们，最后啊，我给各位讲一下，我们直男最喜欢啥？我反正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奥特曼。真事儿，你都不知道我跳完 ESOK 得看多少遍奥特曼才能缓过来。所以朋友们，我跟你讲，我最生气就前2天有个新闻，你知道有个家长说那小孩就上小学看奥特曼就学坏了，开始变得暴力和同学打仗，并且模仿奥特曼说我要打死你。朋友们，我就很生气，我看了20年奥特曼了。我就问一句，哪个奥特曼说过我要打死你？我看20年奥特曼，我记得奥特曼拢共就3句台词啊，就是恰，恰，还有叮咚叮咚叮咚。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很高兴啊，比到半决赛了，其实已经非常满意了。决不决赛的其实都无所谓啊，大家根据自己喜好投票哈，就是喜欢谁就投给谁，帮他晋级啊。但是投给我呢，还能额外再攒一份功德。投完这票，你2024年助残 KPI 都完成了。下次在地铁口碰到那要饭的，你就理直气壮，你说去你的！老子给黑灯投过票。屏幕前的也可以参与啊，把黑灯冠军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2013年啊，去了一趟西藏，啊，当时就觉得视力在逐渐下降，我说要不然趁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赶紧去看看，对吧？当时呢，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户外用品店，黄了，啊，把店就关了，分了分，我分到了1万块钱和66双登山鞋。我说就这1万块钱，我就花了它，开心开心，随便花，家里人也不可能再说什么了，我都瞎了，我花你们点钱怎么了？冲动嘛，青春就是燃烧一把。背了个包就上火车了，从无锡上的车坐到拉萨，48小时硬座，坐到青海人就不行了，腰要断了。后半段就是硬座，坐一会儿在凳子上这么跪一会儿在那扭。火车上睡觉还感冒了，下车之后去住宿，一进那个青旅我就知道来对了，符合了你对西藏所有的幻想，什么神秘的雪域高原一模一样，就汇聚了全国的傻缺文艺青年，非要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都震惊了。我说杀人就这么唱也太狂野了。我就跟他们去唱歌喝酒，那老板也很热情，说今天酒我请客，随便喝不要钱。我说这种人都能开店，我的店怎么就开黄了？我喝，哇！我让他知道社会多么险恶。我喝到他起舞弄清影，我喝死在人间吧他。喝酒唱歌搞到凌晨2点多。回去躺到床上就发现不对，发烧了，多少度我是不知道，但脉搏数了140几，要这么烧下去，当天晚上青春就烧完了，吃不消啊，谁能这么燃呢？哇，想办法赶紧爬起来，物理降温，我去洗了个冷水澡，3分钟之后又复燃了，坚持到天亮，赶紧去医院，大夫其实一看差不多就懂了，典型的高反症状，但是他还很谨慎，还详细的问我说你感冒了？我听你声音，我说对的。他说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昨天晚上10点钟才下火车。他说喝酒了没有？我说喝了。他说洗澡？我说也洗过了。他说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你后悔了是不是？突然不想死了？你要这么玩，那不就自杀吗？那不就是？上高原3大禁忌，千万不能感冒，1星期之内不能喝酒，不能洗澡。我不到4个钟头就干完了。他又给我又是挂盐水又是吸氧气，我那趟总共玩了不到6000块钱，看病这么一下氧气什么1500，
你吸上之后头就不疼了，烧也退下去了。回去之后，青旅的人一天没见到我，说你白天干什么去了？神神秘秘的一个人。我说神什么？我差点死了，搞反了，挂盐水1500，捡回1条命，是吧？他们说贵了，贵了就是我这条命1500都不值。人家自驾撞死一头牦牛赔了8000。他说你不懂，拉萨街上走几百米就有一个岗亭，里面都备着氧气瓶的，你随便溜达就行。看一岗亭，咔往那地上一躺，没有3秒钟，里面工作人员抱着氧气瓶冲出来，摁在你脸上吸，那个1毛钱都没有。我说不要脸的人先享受世界。还能这么玩，果然是万能青年旅店。住过吗？青旅，上下铺那种，6人间、8人间，对吧？我住了个28人间。28人间什么概念呢？不太像人间了都，住的都是妖魔鬼怪，那种最异的异人。跑到我跟前第一句话，哎，来了。我说他谁呀？他是。后来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打招呼的，哎，来了，怎么来的？你俩怎么来的？2个小姑娘说，我们从成都走过来的。那大哥愣了一下，我就知道了，艺人只有神经病能治。走了3个月，2个小姑娘晒得没有人样了。为了防紫外线嘛，戴个墨镜，最后就2个眼睛是白的。你不看那个照片不仔细，你还以为大熊猫底片吗？这是。一个50多岁大哥说，从云南骑自行车骑到拉萨，28大杠。他为省点钱，自己带个帐篷，天天在国道旁边扎营。50多岁的人了，中二到什么程度呢？他骑到半路，也不知道听说哪儿地震了，热水一上头，把帐篷捐了。后半段大哥就不露营了，就是露。骑到天黑，把车往旁边停，自己直接躺在地上。我说真仗义，八方有难一方支援。我都心疼大哥，我说躺地上不冷吗？你盖个自行车嘛，你倒是。我在旁边听他们聊，我都不好意思插嘴，因为我毕竟是坐火车去的。后来听到一个大姐，他们还问我说那个，哎，你怎么一直不说话？你怎么来的？我说你要问的话呢，我算是跪过来的。他们说这个是信仰的力量。后来是听到一个大姐，她说她是坐飞机过去的，我感觉刚才我还跪在那儿呢，噌一下就站起来了。她把狗也带上了。他说出去玩10几天，把狗关在家里，狗肯定会抑郁的。一个快乐小狗活着要是不快乐，那和做人还有什么区别？打个包把狗托运了过去，同一趟飞机一下来之后，连人带狗一起搞反了。我也是那天才知道，哦，狗也会搞反。他在机场里面买了个一次性的氧气瓶，就这么人一口狗一口，人一口狗一口啊，勉强保住2条命，1条是狗命。另外1条，不是，就他说那怎么办呢？还是让他抑郁吧。那个快乐小狗活着，最重要的还是活着。打个包又把狗寄了回去。你说这狗怎么想？狗说你遛狗呢？你是不是遛狗呢？你我是喜欢出去玩，但你不能这么玩我呀！一日游几场，无氧皆有氧。听了这么多之后，后半程彻底就骚动了，因为那些普通的旅游项目根本满足不了我了。你们理解这种心情吗？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不曾见过这个太阳，就想找刺激玩野的。后来在路边拦车，知道这个手势吗？顺风车是吧？停下来，你往上爬就行，也不用问不用给钱，搭到哪算哪啊。但是男生不太好搭，一个男生还能试试看，2个男生听我劝一句，趁早绝了这个念头。往那一站，2个男的拦车，不会有人敢停车的，因为他不太确定，让你俩搭上他的车之后，会不会还得搭上他的车？玩了1个多月，说实话，去之前其实挺 emo 的，也不只是我这个眼睛状况导致的，我觉得可能生活在大城市，当代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焦虑，被那个社会时钟推着往前走。22岁得本科毕业，不弄个研究生，你找什么工作？大学没考上，是不是只能送外卖？考上大学学个哲学，是不是还是送外卖？
永远在焦虑，在比较。但是你去玩一圈之后，你就知道了，什么工作、编制、学历、户口，这些狗屁玩意儿，去你的吧！一路上见到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有工作的，人家玩的可开心了。我觉得高原反应可能就是上了高原才能反应过来。就城市里那些生活是不是每个人的必须选择、唯一选择？不一定。我在那吸氧的时候就在那想，就一边吸氧一边想，就吸氧想，吸氧想，想。人家根本就没有工作，玩得这么开心。我说会不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没有工作呢？一下就想通了，对吧？就心态就彻底放平了，就可以回家接着找工作。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嘿嘿，哎，谢谢啊。哎呀，今年节目播出后呢，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啊。我最近过得比较的煎熬，因为收到了很多的夸赞。哎，我这个人特别怕被别人夸，每次别人夸我，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我要反驳他，让他觉得他错了。啊，前段时间还有人夸我说啊，小洛，你也太好笑了，你的结婚段子太炸了。我说哎呦，没有，我一点都不好笑啊，是新郎太可笑，你结你也炸呀。对方说：“哎，那倒不用了，你今年还时尚了很多呢。”我说：“哎呦，时尚啥呀？时尚，这不都装的吗？哎呦，私底下土的要死。我每天都在家唱布鲁 biu 布鲁 biu， 空隆康啷康啷康，空隆康啷康啷康。”我知道这个梗非常的羞耻，但是也不会比我被夸更羞耻啊！我这种被人夸就觉得羞耻的心理，朋友告诉我叫做不配得感。哇，对于不配得感，我可太有配得感了。我到现在为止，每次脱口秀表演，只要超过5句话没有梗，我就觉得自己不配站在台上。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这句才是第5句。只要超过7句话没有梗，我就觉得自己会死。所以每次上台，我都像是曹植在给曹丕讲脱口秀。我还很害怕过生日。啊，就怕别人对着我小鹿生日快乐呀，生日快乐呀！哎呦妈耶！因为我觉得我也没做对什么呀，我不就是被生了吗？不值得这么祝福呀。所以每次我都很局促，局促的像被爆了什么黑料一样，恨不得一个劲在那说：“哎呦，不好意思，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啊，我的确是出生过啊。那你们就当我没有出生过好吗？不要再祝福了，也不要买鲜花和蛋糕啊！我花粉过敏啊，吃蛋糕会死。听到生日快乐歌我会聋掉的，不要再围观我了，再盯着我看，我就要给你们表演节目了啊！空隆康啷康啷康。我朋友说啊，我这种深深的不配得感，底层是因为我不够爱自己。他说我得学会爱自己。我心想啊，爱自己，人不是应该多爱爱别人吗？我从小接受的爱的教育都是向外的，你爱家人、爱朋友、爱这个世界。我一直以为爱的流动就是你爱我呀，我爱你。哇，现在突然这个爱它转向了，哎，出口要转内销了，你得爱自己了。哇，这种感觉特别像你在山洞里啊，苦练了几10年的9阴真经，一出山奥本海默了。我倒不是说爱自己不好啊，我只是觉得好难学呀，啊，这相当于转专业了呀。所以我就问那个朋友说，爱自己怎么学呀？朋友说，你预算多少？给你找心理咨询师啊。然后呢，我就开始自学，看了一些爱自己方面的书，小红书。以前我以为爱自己是给自己买花、买衣服啊、买香水，现在我才明白，爱自己就是重新养育自己，哎，做自己的父母，给自己买野兽派、Lululemon、香奈儿，这是做自己的父母吗？这不是做资本的衣食父母吗？资本跟你说，你得花钱啊，爱自己，治愈你的童年。你一看那个价格，哎，我的童年是得了什么大病吗？真是的，现在
就是爱自己已经成了财富的密码，总是捆绑着严重溢价的东西。你买的越不值得，越觉得自己值得。以前买东西，你问商家为什么这个更贵，商家说因为它值呀。现在你买东西问为什么这个更贵，商家说因为你值得。这叫爱自己。哎，什么意思？所以我消费了我自己，消费又等于爱，所以现在消费主义成了爱的教育。以后别人问我说：“哎，你都没钱了还买呀？”我说：“哎，再穷不能穷教育。”当然啊，在学习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买了很多东西。现在没有学会爱自己，先学会了断舍离和挂咸鱼。但我发现啊，买东西既不代表我爱自己，也不会让我爱上自己。所以我决定去找一个爱自己的榜样来学习。我找到了杨天真，他到处爱自己，爱得家喻户晓。我就开始看他的书，听他的播客，哇，真的有用。我爱上了杨天真。学歪了啊！然后呢，我又找到一些形而上的爱自己的攻略来学习啊，更难的，我想去练九阴真经。爱自己攻略1啊，不要讨好别人。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的工作就是讨好别人。我爱上自己那一天，就是我在台上光说话不加梗的那一天。到时候观众都会在下面蛐我说：“小鹿怎么回事？一个梗不说，光自我陶醉呀。”旁边观众说：“哟，听说是爱上自己了。”爱自己攻略2啊，接纳自己的真实情绪，这个也很难做到，因为我从小学习的啊，都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什么胜不骄败不馁，宠辱不惊，哎，不要暴露野心，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之前参加了一个脱口秀某大会，上去就被人淘汰了。当时每个人来问我什么感受，我都在那强撑着装豁达说：“哎呦，哈哈哈，比赛嘛，有输有赢，谁都有可能被淘汰，所以也不觉得有多么的意外。”但是其实当时啊，我内心最真实的情绪是：完全没想到啊，我被淘汰了第一轮啊！哎呀，好丢人呐！哎，还好被复活了，哎，又被淘汰了。攻略3啊，要学会跟自己相处，与自己对话。我就试着跟自己进行了一场对话啊，哎，我爱我吗？哎，问这个多见外呀！哎，爱我什么？爱我中华。又逃避我，我觉得我不是真正的爱我。我非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就这次对话之后啊，我跟我自己就冷战到现在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梗，接下这个梗就比较现实了。我发现没有什么爱自己攻略能像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一样，实证成分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啊！就是现在爱自己靠自己已经不大可能了，所以呢，我决定还是得花钱。哎，果然是财富密码，我就去看了心理咨询师。咨询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愿意跟自己做朋友吗？”我想了想，我说：“不愿意。”哎，我要是遇到我这么一个人啊，他认真勤奋，段子写得又好又快，开放麦风雨无阻，虽然有讨好型人格、不配得感，还常年焦虑，但他一直在为难自己，成为更优秀版本的自己。这样的人让人压力好大呀！啊，就你积极啊，就你上进啊！我讨厌他，我不想跟他做朋友，但我想成为他。咨询师说：“哦，你这个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全能自恋。”我说：“啊，是吗？哎呦，我还不够全能吧？你认识杨天真吗？”好，谢谢大家。哎，大家好，哎，大家好，我是小王，我爱你们，也爱自己啊。对，最近写稿写的有点焦虑，其实想每一期都带给大家不同风格的稿子，真的已经绞尽脑汁，我都想要不我写 one liner 好了，反正这个赛道已经变成蓝海了嘛。
有点焦虑，你知道，我现在写稿有点注意力缺失了。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我现在看书完全看不进去了。我每次坐动车来上海都会带一本书，到了终点就看了2页。我说怎么行万里路读2页书？真的，我现在包里还放了那本书，是一本张爱玲，现在赛程已经过半了，第一炉香还没烧完。我现在连电子书都听不进去了，我听那个武侠小说，满脑子想的都是现代的事情。我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情节是《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黄药师跟杨过2个忘年之交啊，在那个酒楼上喝酒，然后遇到敌人，杨过就先冲上去打，就很奇怪啊，残疾人先上。更奇怪的是黄药师他不帮忙，他兄弟在那打架他不帮忙，他就是在喝酒就算了，他还说了一句很气人的话，他说杨兄弟这套黯然销魂掌使得真是目眩神驰，我今日便要以杨兄弟的掌法下酒。我当时听到这个，我说掌法下酒，那不就是划拳吗？掌法下酒5、10、15，你杨兄弟都只能出到5。焦虑啊！其实我最近在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清爽一点。我在尝试戒烟了，因为我感觉我被烟困住了，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想抽烟，我只是习惯了在这个时候要抽烟而已。比如说走路的时候，走路本身是很无聊的嘛，当你走路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根烟，你就感觉这段路走的不亏。我有一个朋友，他完全不喜欢走路，1公里都要打车的那种人。但如果你给他发一根烟，你说走走，他就跟你走。一根烟抽完了又走不动，再给他发一根还能走，你感觉像在投币啊！我觉得你给他2条中华，他可以徒步进藏。所以我就想着，要不我就出门不带烟了嘛。结果我烟没有戒掉，非常的恋家。其实出门不带烟，主要就找朋友要嘛，就找人蹭烟，反正他们都会发烟的嘛，他们给什么我就抽什么，就跟化缘是一样的，你知道吧？法号戒烟。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老是不带烟，他们就不发给你了，他们只会发给有烟的人。我说你发给我呀，他们有，你发给他们干嘛？你发给我呀，你发给他们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你发给我才是雪中送炭，我就要你一块炭，火我自己有。有的人会建议我用电子烟来戒烟，说它这个东西可以替代真烟，你抽电子烟吗？我其实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电子烟它抽的那个东西是叫烟油嘛，对吗？那不是我们过滤嘴过滤掉的东西吗？啊，你抽那不相当于口罩摘下来反面拿来擦嘴吗？我之前看人咕嘟咕嘟在我边上抽电子烟，感觉很像你吃火锅的时候撇了一碗沫子，然后边上说哟，咵一口给你干。我是试过的，完全没有用，造成的结果就是我抽完一根烟之后，我需要抽一会儿电子烟透一透，有种原汤化原食的感觉。他们跟我说，哎，这个可以替代真烟的，因为它也有尼古丁。电子烟最傻了，就是它也有尼古丁。尼古丁不是烟里面最差的部分吗？我为什么要找个替代品，只留下最差的部分？你会跟你朋友说，哎，你失恋了吗？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他一切都好，但是也出轨。这个电子烟还科技革命了，叮铃咣啷一顿革命，皇上留下了。我就觉得你保留了电子烟，它不是变成了一个纯上瘾的东西了吗？啊，哎，假如你看电影里面有一个人物他在抽烟，你会觉得是人物需要、角色需要，对吧？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物他在抽电子烟，你会感觉是演员需要。所以我就觉得用电子烟来替代真烟戒烟，就是完全是自欺欺人，就好像你说哦，我减肥我不吃碳水了，然后这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还安慰自己说我这不是一般的葡萄糖，我这个是薄荷味的斩铁剑微醺葡萄。我其实觉得，我说实话，有的时候我是想要戒掉瘾，但我不想要进入另外一种成瘾。有些人有的时候会为了摆脱一种束缚，会进入另外一种束缚。其实我当时学抽烟呢，也是想要摆脱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当然，这是一种很廉价的叛逆。但是我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它真的叛逆吗？啊，真的叛？老师不让我抽烟，我就去抽烟；老师不让我留长发，我就去留长发。我也太好控制了吧？如果老师有天跟我说你可以抽烟，但是你不要吃槟榔，我说好，老师，那我去吃槟榔，对吧？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我不是叛逆，只是你想做一些别人不让你做的事情而已。所以我其实现在想，我也许看不进书，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课外书，现在看不进。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课没了？
就像我当时选择跑船，也是不想被现实中的事情困住，结果我被船困住了。但恰恰我唯一一次成功的戒烟就是在船上，因为你买不到就没得抽嘛。而且我在船上的时候，是我看书最看得进去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想，要不我去船上 gap 1年吧。然后我就翻我的证书，我发现已经过期了，更想去了。谢谢大家，我是小罗。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哎呦，最近节目确实播了，我发现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包容了，还有喊帅的，哎呦。谢谢，咱讲段子好吧？哎呦，真的，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对我太包容了。还有些人网上评论说，哎呦，学哲学的就是不一样。但我哲学其实真的没有学得很好。你看我讲那些哲学知识，你们都听得懂。你们听不懂那些，当时我也没听懂。因为我有些老师教学方式确实是非常老。你像我们有一门课叫美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给你讲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如何去审美。上了课之后发现我们老师审美特别差，他上课基本就是给我们放那种祖传 PPT。我看了一眼，上次修订日期是2003年，用 Office 2000做的。我老师的 U 盘都是256M， 插上去电脑中毒了，弹出来一个熊猫烧香。PPT 打开之后还有2行标语，写着上课勿摘口罩，时刻严防非典。下一页课程的标题是5个大字，用的是宋体，加粗、描边儿、立体带阴影、彩虹渐变色。5个大字，什么是艺术？这是艺术吗？这不是艺术字吗？讲那个知识点的时候更难受，背景全那种黄色、蓝色的纯色底儿，所有的文字都是5颜6色的黑体加粗。讲到重点，飞进了一个彩色的框 ，biu。整个那个画面的设计啊，就是照抄了椰树直播间，就是个椰树牌 PPT 啊。我都怕我老师拿着个保温杯站在旁边。同学们，这 PPT 我从小用到大。除了学啥以外吧，大家也会问我说，那你们学完哲学到底能干啥？我也不知道。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不知道你们看那个新闻没有？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晚上兼职在校门口摆摊儿。上这么多年学，考研、考博，现在考肠。挂了个牌子，说哲学交流，买1根烤肠可以问1个问题。这谁路过不想问1个问题啊？你这多少钱1根啊？受到我们师兄的启发，我们学校门口现在已经有了哲学酸奶、哲学钵钵鸡，感觉哲学和啥都能搭配。比如哲学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你买1瓶，问几个问题都可以，答案反正都在酒里了。然后最近还有经常有朋友问我说：“于翔宇，那你为啥明知道不好找工作，还要坚持学哲学？现在大学不是可以转专业吗？”是可以转，我就是从计算机转到哲学的，我一点都不后悔啊。我其实就是当时太年轻，想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我就觉得可以先思考人生，大不了再回去干程序员。但现在程序员也不好干了。我那帮做程序员的同学也开始怀疑人生了，他们就跟我说，现在这个行业不好，可能自己干的这个领域、这条赛道随时就没了。我很能共情啊，我一开始干过补习老师，赛道没了，来干脱口秀差点也没了，感觉我就是行业明，我还不能叫自己行业明灯，行业明灯这条赛道也没了。他们比我工作早，就说前几年还算稳定，这工作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现在就是坑位在减少，那萝卜不知道能去哪儿，可能连网约车都开不了了。现在有无人驾驶出租车了，那玩意儿叫萝卜快跑。感觉这车撞你之前还要嘲讽2句，说萝卜，快跑吧，时代的车轮来撵你啦。因为我现在就是试图想开一点，好像你咋选都行，你先活着就行，你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啥，可能到最后你个人根本没得选，就只有时代选你的份儿。你比如说订书机，现在主要用来订外卖。它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整合和传承人类的知识，现在就天天打包芝士炸鸡。但要是乐观的看的话，可能以前在学校没人在乎订书机，大家喜欢那种很炫酷的卷笔刀、奇形怪状的橡皮，现在都快淘汰，只有订书机活下来了。订书机可能很高兴，哥们儿现在 offer 太多了。那卷笔刀你再能卷，没人用啦。现在没笔可卷，只能卷眉笔。还有那回形针，那回形针半年就接了一个拆 SIM 卡的活儿。只有我订书机成功转型，我现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盯精神食粮，也盯得了食粮。我有今天也不是靠自己，是时代在召唤。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你们是过分了，今天一定把话说清楚。哎呀，今年上节目了，也是走到半决赛了，很想改变命运，帮帮家里面，结果节目播了，自己也不火，但对我们家的门窗生意倒是也没有帮助。还因为给了我们家店很多镜头，就被网友质疑说我们家塞钱了。说这哪是胖子门窗啊，这是太子门窗啊！这个太子实力也不行啊，自己闹心就算了，再看看身边人，看旁边那个黑灯，天天拿200票。前2天跟某果合作了商务，是那个高端的科技品牌，奇异果 TV， 然后开玩笑就做手机那个，我嫉妒死了，整个人嫉妒的面容扭曲，幸亏他看不到。主要他跟我炫耀，他说刘仁成，你们门窗行业有这种高端的科技品牌吗？我说怎么没有 ？Windows。认真说啊，希望 Windows 考虑我一下，我很适合跟你们合作。我这个人性格微软，容易崩溃。期待与你们见面。我其实也有商务啊，我就每天都有人问我能不能上门安装，但我的商务可能但我商务跟你们就不太一样，他们商务都是什么口播啊、植入啊、推广啊，我只需要上门，关键平均离我1000公里。我说上门安装是不可能了，上门女婿你考虑一下。还每天有人给我发私信说自己家门窗坏了，怎么办？前2天特别多，我都尽可能帮忙看看，但这玩意儿越看越多。我现在感觉我是一个互联网门窗医生，虽然不能上门安装，但天天在线问诊。哦，门诊。好烂。而且问题越问越抽象。前2天有人问我，玄武门之变是哪里出了问题？你说是什么问题？那个太子实力也不行。我正发愁前路在何方呢，家乡传来了好消息，就我们安邑县的融媒体发了我的视频，2天播放量130多万。我知道在上海你们觉得这个数字没什么，但我们县一共30万人，130万的播放量，给老乡们忙坏了。那2天都没空做门窗了，
一直在做数据。而且乡亲们真的太淳朴了。我们村长听说我们节目是现场投票，问我需不需要暗箱操作，给我安排50个乡亲来现场投票，吓得我直接拒绝。为了表达坚决，甚至说了一句在我们那里犯忌讳的话，没门。而且村长你要记住，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我是君子，我有华为。就算没有暗箱操作，我的票数也能遥遥领先。不仅如此，我们家乡政府人员还专门联系我，感谢我宣传家乡。上来第一个称呼就把我感动到破防了。我有想过可能会叫我什么同学、老师比较客气，浮夸一点喊明星、网红也有可能，都不是。他们喊我乡贤，有的没文化的不知道是哪2个字啊。家乡的贤能，乡贤。此时此刻，一位乡贤正在为你们表演。前路找到了，我还在网上搜索如何做好一个乡贤。我说我们江西历史上最著名的乡贤是谁？你们知道是谁吗？陶渊明。陶渊明，我刘仁成，何德何能跟他相提并论？陶渊明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刘仁成代表作《胖子门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每天大家好，我是刘仁成，期待与你们合作。大家好，我是刘仁成。就基本节目一播啊，你就看到我疯狂折腰，一播至少3折。就我这种人，哪配跟陶渊明比？我都进不去桃花源，桃花源出极狭才通人，我过不去。我后来啊一直研究《桃花源记》，我很受触动，我还写了一小篇致敬陶渊明先生，名字叫《工业园记》。世纪之初，安邑人门窗为业，建铝合金工业园，门口出极宽，能通大卡车，复行数十步，嚯，全是铝合金窗。我有时候很感慨，你说我离开老家来到上海，站在这个喜剧之王的舞台上，成功让老家的人认识了我。我是不是一路白走了？就那30万人，上门安装也能认全了。别人都是火到出圈，我火到家了。感觉我一路走来参加这个节目，就像去西天取经一样，度过81难，终于看到佛祖，问他真经在哪？佛祖说就在你老家安邑县。谁能想到一路颠沛流离，艰难险阻，取的还是铝和真经。但旁边我的大师兄他很平静，他早就找到了自己的真经，那就是爬山。是的，我大家好，我是庞博。谢谢各位，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荣幸能给今天这场演出做开场、做暖场。而且你们知道，《喜剧之王单口记》这个节目的发起人是周星驰先生，今天是半决赛了，周星驰先生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总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现在觉得节目组欠我一个解释，真的。说像不像那个经典的骗局是吧？你收到一条短信，我是周星驰，来参加我的脱口秀节目是吧？就让你主演我的电影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不然你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蒋龙在这里，对吧？开玩笑，开玩笑，澄清一下，不是骗局，是吧？而且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们真的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我甚至已经见过他2次了。今年周星驰先生在我这里的地位跟海澜之家是一模一样的。男人1年要见2次周星驰。而且节目组真的挺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这个节目在刚刚开始官宣的时候，正好赶上奥运会，
作孽，谁关心脱口秀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比奥运会更好看，对吧？即便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也要说，是吧？我心目中最好看的依然是我太太。开场就可以胡来啊！第2是奥运会，对吧？脱口秀排第3，真的，俩节目在一起排第3啊！而且认真的说啊，这个夏天因为有2档脱口秀节目，对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节目变多了，机会也变多了，大家都很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事什么工作，但你想啊，还有什么行业1年能有2个名副其实的大王？对吧？有20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10强，跟好多大学的那个排名是一样的。你看，虽然节目上你看到了100个脱口秀演员，但来了就是50强。脱口秀今年正式迈入双一流的时代。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如果最后2边的冠军恰好是1男1女。然后这2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结婚生子，这个小孩会说的第一句话会不会是我父母双亡啊？而且演员真的很幸运，是吧？我们还有京都念慈庵，对吧？跟大家说，付航跟刘洋争得最凶的根本就不是冠军，就是念慈庵。你想，如果没有念慈庵，他俩那个表演风格，演完第1期嗓子就废了。后边全得给你们演哑剧，我们就是哑剧之王单口记。这个夏天真正辛苦的只有各位观众，真的有观众在跟我说，哥，这个夏天3档喜剧节目，你们还有衍生节目，哥，我现在每周要看17个小时的喜剧，我好累啊，台上5分钟，台下17个小时，喜剧的内核是马拉松啊。每周看完，精神是放松了，身体垮了。你能想象吗？我现在每周最盼望的是周一。真的，聊到最后他已经神志都不清楚了，拍着大腿问我说：“你说说这个比赛对劲吗？啊，凭什么哈哈槽的票数没有黑灯高啊？你说那个刘洋他怎么赢的广智啊？我跟你说，要不是袅袅没来，吕岩他们队根本就淘汰不了。”我说咱都看成这样了，要不考虑停一边的会员呢？我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啊，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节目嘛，服务大家，娱乐大众，那就不妨做的再极致一些，对吧？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嘛。而且我们都知道大家最想看的是什么，你干脆就每周2边各选出来一个最厉害的，然后他俩 PK 一下。多刺激，对吧？然后而且你不光能看到各种笑话段子，你还会看到很多就是人性的部分，就是那种排兵布阵，是吧？你想一边在那儿群策群力，然后团队协作，就改段子加笑点，然后派出最强的呼兰，然后这边大幕拉开，南瓜闪亮登场，呼兰哥你的外卖是吧？然后就走了，多精彩！付航躲在幕布后边，嘿嘿嘿，没想到吧？战术马楼赛马。而且你也不用1周在这播17个小时，2小时就够了。我们就搞直播，对吧？每周5晚上就直播，然后你再请2个国外那种名不见经传但实力非常过硬的脱口秀演员，就是给我们所有人打的都不行了，只有王建国奄奄一息，是吧？我觉得到时候今年所有没有参加比赛的脱口秀演员都会出来发微博支援我们，是吧？就看不得这种场面。3巡国仔守国门。内蒙脱口秀演员杨蒙恩申请出战。想不想看？想不想看？啊，我也很想看，我也很想看，是吧？是吧？我也看热闹嘛。而且我已经把我这个 idea 都完全都整理好了，我准备卖给那个第三方的平台了啊。因为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谁做都不合适嘛。而且咱们做给观众看，我觉得观众看完最后也会说一句“哟，酷”。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好，希望演员们演得开心，也希望各位观众看得开心，就比什么都强。尤其是一会儿还要比赛的朋友们，加油！
我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前的最后一班岗，好吧？加油！喜剧永远属于所有演员和观众，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特别开心来到这里，因为今年我其实一共参加了2档喜剧节目哈，然后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好吧，巨大的成就。然后取得了成就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更多人认识我了，大家终于可以关注我以前的作品了。我没有想到大家关心的是我更以前的作品，我的粉丝把我10几年前在新东方教英语的视频翻出来传到各大网站，昼夜苦学。各位学到什么程度？我一点不骗你。有一天早晨6点，我点开一个视频，100多个人在看。什么概念？与此同时，《喜剧之王》单口季7个人在看。我说：“哎呀，这是谁给谁引流呢？再这样下去，这节目我给冠名了。我先把名字给他改了，以后不叫《喜剧之王》单口季，叫《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然后有一个视频底下有一个人真的很严肃的在问，说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一个喜剧演员吗？为什么要跟他学英语？然后那博主也很严肃的回答：你不懂，这样学英语有一种地下的范儿。哎，我很感慨，各位，我以前听说过地下 rapper、地下 dancer， 我刚意识到我是一地下 teacher。我微博私信的画风也变了，现在我每天会收到30多条私信，全是问英语题。我很感慨啊，别人只问我飞得高不高，我的粉丝问我非谓语动词。当然以前的私信不是这个画风，以前的私信，因为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以前私信会有很多骂人的私信，这很正常，因为我们这行嘛，很容易让观众不开心。但是有一个私信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还记得他怎么骂的，因为他骂的太独特了。他骂的就是他所有的后半句都是否定前半句的。我在网上随便编了个段子，他跑过来说：“你以为你很幽默吗？你可真逗！你编这种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看你就是在搞笑吧，不然呢？”别的人都骂我，我感觉这大哥懂我。然后我线下演出也是，线下演出有的时候也会惹观众生气，跑到网上来骂你。我以前在线下讲过一个观察式喜剧，观察得非常精妙。我讲的是这样，我给各位复述一遍啊，各位来着了。我讲的，我说我买了一包4斤的花生，就一大包花生，透明的袋子里每一颗都是饱满的花生。正面还用红色宋体初号字写着花生，底下竟然还标着花生的英文花生。这么大一包花生，它的背面标着一行字：过敏源提示，注意，本品中含有花生。我调侃了一下，我说你多余不多余？你给谁看的呢？然后被骂了，有一个人私信骂我，他一上来他说爱。我脑补的语气啊，脑补的语气。他实际上是哎，然后他说爱，这也是能调侃的吗？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个花生过敏的人，因为听了你这个段子，放松了警惕，吃到了花生出事了，你担得起责任吗？脱口秀可以冒犯，但请尊重。私信的结尾是他吐的一滩血。我当时看了很震撼，你知道是谁在不尊重花生过敏的人吗？就是这个人，因为在我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而在他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一个吃了花生有可能出事儿的人，会蠢到买4斤的花生，正面还写着花生，里面怎么看怎么是花生。拿着一颗问老外 What's this？ 老外说 This is 花生。花生过敏的人会说，这里该不会有花生吧？一打开，真有花生。
各位，如果我花生过敏，这辈子我连花生的谐音我都不碰，福尔摩斯我都不看。我随便翻开一本书，上面写着：福尔摩斯走进房间，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他走来，伸出手说：“福尔摩斯你好，我是你的助手。”去你的！想弄死我！当然，有的人也会说，可是这只是厂商为了避免担责任。各位不会了，如果真的只是印一句话就能避免全部责任，那最应该印这种注意事项的，就是我们单口喜剧现场演出的门票，这样我们会让很多观众少生很多的气。我们要背面写着“注意过敏原提示”，这种以开玩笑为主要形式的表演中，我们会开玩笑。观众一看，我觉得不能开玩笑的啊，不能开玩笑的，开玩笑不要开到啊。然后这还不是骂的最狠的，我见过一种特别讽刺的说法，叫可是批评会让你们进步呀，挨骂就挨骂。各位是这样的，也许批评会让你进步，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批评了，80%全是谩骂，还有20%是快骂。你点开私信，脏话以很快的形式飘过，来气。你真的，你想象一下，以前那些个大师如果活到现在，各位没有一个还能再成才的，全都要被骂死。你能想象梵高活到现在吗？梵高27岁开始画画，37岁自杀，活在有互联网的年代，27岁画画，年底自杀，年终奖都不要了。梵高画个向日葵，我都能想象他微博评论区的样子。梵高放了个向日葵，说画的还不错吧？底下说哈，纯路人不懂就问，到底是什么人在喜欢梵高啊？这也叫向日葵吗？吃点好的吧。家人们，避雷这个一只耳。梵高当场就没了，梵高向日葵都没画完，就画了个瓜子儿。画瓜子儿底下有人说，哦，画瓜子儿不标过敏源呐。本来就想不开的，活到现在更完蛋。各位，你能想到屈原活在现在吗？各位，屈原如果活在有微博的年代，端午节就是屈原第一次点开微博评论区那天，哪天点开哪天端午节。屈原发了条微博，好气哦，又被楚怀王排挤了。底下一个人，谁问你了？抛开事实不谈，你自己没有责任吗？他怎么不排挤别人，就排挤你呀？屈原当场就跳江了。老百姓为了避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都把那些骂他的人捆成粽子，然后扔进江里，一边扔一边说端午节快乐。那些人一边被鱼吃，一边说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应该说端午安康吗？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谩骂毫无意义。各位，如果真的要谩骂，我建议以后至少用英语谩骂，这样至少还能背单词。有人说，可是我用英语谩骂，我词汇量不够啊。巧了，谁是地下 teacher 啊？请关注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这个节目播完以后呢，我有幸上了几个热搜。我说了快30年相声了，第一回上热搜是阎鹤祥脱口秀，可能早就应该转行。半个月前，我跟郭麒麟啊，在我师傅的带领下去澳洲干了一场相声专场演出，可能是迫于这个节目的压力啊，在后台的那儿，我们就一块儿翻手机。备场的时候，我师傅啊不看脱口秀，但他可看热搜。这个热搜就一个一个往上顶，你知道吗？阎鹤祥现挂，脱口秀，不独立勿宁死。我就感觉我师傅在那儿看成了阎鹤祥现在不独立去说脱口秀，他就去死。可能真回不去了。8月15。我没有跟师兄弟在一块儿，我跟一帮脱口秀演员在这团团圆圆，你看。但是我师傅应该不会计较，因为他善。
单口喜剧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爱听这个。说说这个，刚才他们说这个现挂啊，这个热搜也很有意思。这个不是自夸啊，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相声演员，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种现挂的能力，完全就是因为写不出稿来，你知道吗？就在写不出稿这件事上，我绝对是降维打击。有一个问题，就这个热搜是个错别字。现挂的挂这个词儿来源于相声，它是哪个挂呢？大挂的挂。是算卦的卦，不是现场我要把谁挂起来。为什么呢？你听我说啊，因为全世界所有民族这种当众演出的形式最早都起源于占卜，所以明白了吧？这种演出形式最好、节目最炸的那种演出，都像跳大神了，你发现没有？付航 ，I say passion， 我给你翻译一下啊，就是是谁保佑你们？付航，我跟你说啊，他像个猴，怎么就来了？他能提前晋级，不是因为物种繁足，他的艺术形式繁足，你知道吗？我们相声干不过脱口秀，我们拢共就100多年，他100万年。而且于翔宇你也弄不过他，你知道吗？于翔宇，因为哲学的上面是神学，你还得转专业。还有一个字儿啊，就是他们脱口秀经常用这个梗，这个词儿来源于我们相声里边那个哏。因为这个字儿从北方传到南方，到港澳台以后，他们前后鼻音分不清楚，所以哏读成了梗。正本清源一下啊，我是个捧哏演员，郭麒麟是个逗哏演员，王建国是个谐音哏演员，是吧？以上这些就是你们脱口秀诟病的内部哏啊。说一下内容，这个节目播完以后对我改变很大，就是消解了我的很多尴尬，但又增添了很多新的尴尬。我先给你们讲讲相声演员的尴尬都有什么。这话讲起来给我1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不是你们欧是欧10多年前还是欧一个？就10多年，我43了，我10多年有一女朋友，这不新鲜。就10多年前时候我有一女朋友，我第一次上那女孩他们家，他妈对我特别热情。哟，小严，你看啊，来，坐。哎呦，听说小严是说相声的，来，咱们一边吃饭一块儿放你那相声。哎呦，小严，你看你爸妈身体怎么样啊？这相声里边，我爸爸死了。哎呦，小严，你以前谈过几个对象啊？阎鹤祥离过2次婚。这是熟人。生人就更麻烦，我跟大林经常有这种感想啊，就是几个生人大哥聚在一块儿，突然有一人过来了，哟，听说你是说相声的呀，来一段。这对演员特别不尊重，哪儿我就给你来一段啊？就他对别的行业不这样啊，哟，你是外科大夫，给我来一刀。哟，你是射击运动员，给我来一枪。就到我们这儿，你给我来一段，哪儿我就给你来一段。但是过去我有消解的方式。过去一说来一段，我说你看我们这相声是俩人表演，我一个人没法给人来一段。这节目播完崴了，我们是俩人没法给您表演。你不会说脱口秀吗？我说没有搭档，对，就说你没搭档那段。哎，前几天啊，我去做了一个手术，我这个鼻子鼻孔这个位置啊长了一个肿物，你看现在还能看出来有疤了。我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给我主刀那个大夫啊，做着眼圈都红了。我觉得我现在那么让人眼红吗？但是不是，做完手术以后，那个主刀大夫坚持要把我送到电梯口。他说：“严老师，我昨天看了您的脱口秀，看得我热泪盈眶。
以至于刚才我给您做手术的时候，都差点没有抑制住我的感情。幸亏您没看出来，关键是大哥我看出来了，而且吓死我了，你知道吗？因为做这手术之前，我问这大夫，我说大夫，您看我这个肿物是良性还是恶性？他说你这肯定是良性，不是恶性。但你能理解吗？做到一半，这大夫哭了。我这肯定是恶性啊！完了，我鼻子没有了，以后怎么说相声啊？我马上就变成捧哏演员了。这事儿没完，我回家以后，我这不是个肿物吗？他拉了以后给我缝了一针，那个线是黑色的，它像一根鼻毛在这儿。这个男士，我跟你说啊，这个鼻内管理比腋下管理还要重要。就一个人，如果他没有鼻毛，他很清爽；他有很多鼻毛，这人很豪爽；他只有一根鼻毛，证明这人他不照镜子。我当时就说，还不如这针就不缝呢。我愣给这伤口崩了，流血了。人问我说：“严老师，你怎么流鼻血了？”我说：“没事，我师傅听我脱口秀了。”等到拆线那一天，给我拆线那大夫是另外一个大夫。他做完以后，他跟我说：“严老师，其实我看您特别想乐。”我说：“为什么呀？”因为我今儿早上听了您跟郭麒麟的相声，我特别激动，终于有人听过我们俩相声了。我说：“您感觉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您跟郭麒麟跨界说相声也挺可乐的。”我怎么是跨界？我就是说相声的。哦，那你给我来一段。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哇，还真是红气养人哈！准备好了吗？女团来了。我今天都想，要不然直接我们13个就成团算了。比什么赛？这个比赛把我搞疯了。哦，我虽然进了，但我每次分数都不高。上一轮我就觉得是时候拿出我最好的段子了。玩什么田忌赛马？我要惊艳所有人，可太惊艳了，倒数第一。下台我就哭了，当时黑灯在我旁边，他也没说啥，默默地去给我拿了饭。平常都是我给他拿饭，我哭得更大声了。这什么行为？乌鸦反哺！那我得吃啊！打开一看，拿2盒菜没拿饭，啥意思？我这么菜吗？脱口秀这碗饭我吃不上了吗？很敏感，也很脆弱。我那几天根本听不得倒数第一这几个字，碰到个3轮车倒车请注意我都听不得。我说有什么可注意的？他一直很努力，一直往前冲，就是倒了一下，有什么可注意的？师傅说要不你还是注意一下吧，快压你脚了啊！能听出来我性格特别的要强，也经常内耗。为此我还去医院做过那种心理测试，我怕测出来我有病，提前在家刷2套模拟题，是不是很要强？为啥是2套呢？因为第1套做出来真有病。医生就说了，说你放轻松，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么多观众。我说我有，你才没有。我当天就换了小璐姐的医生，我也想当超一流女演员。好，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一点儿也不松弛。我从小受的教育就很难让人松弛。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争气，啊，虽然咱比人家穷，但咱不比人家差。我说咱主要是不诚实。怎么不比人家差？咱连学费都交不起，每次都要拖几天。啊，老师问我啥时候交，我说不着急。我虽然没有交，但我也没有学。人穷志不穷，一点便宜不占。但我成绩还挺好的啊。老师都感慨说，人唐湘玉家里这么穷都不放弃，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同学们面面相觑，什么理由？不努力还有理由？他努力不是因为他家穷吗？我说你可小点声吧哈。学校呢很重视我，经常让我去做那种励志演讲，我讲完他们就哭，
也不捐款。我都这么穷了，还消费我。青春期的自尊心格外的强，我就下定决心，我好好努力考第1名，让人家忽略掉穷这个光环，都已经是个光环了啊！我发了很多奖状，还上了报纸，结果那些奖状和报纸都要强调一句家境贫寒，我越努力，我家越贫寒。有一些为了煽情写得很夸张，几乎把我写成了孤儿。我爸看了报纸说：“咱家这么惨吗？”我说：“爸，你知足吧，下一篇都没有你了。”家里都求我说：“别再去演讲了，想要啥给你买点啥行吗？”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了一件棉服，有毛领的那种。毛领子什么概念？我们班花就穿毛领子的，我天天穿。开春我不是班花啊。开春了太热，把毛领子卸下来，缝在校服上也要穿。那时候就有人开始传，说初3有一个座山雕。很时尚，这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也不是全是伤痕啊，全是伤痕。我本来以为也就这样了，不会有什么故事了。直到有一天放学，我遇到了一个骑鬼火的少年，他跟我要钱。我说：“你可真是有眼不识座山雕啊！你是不是穷疯了？我什么身价？只要我略施小计，我可以让你给我捐钱。”他当时那个表情啊，就是这个女孩好特别。见过横的，没见过又穷又横的，被我怼得面红耳赤，整不会了。我骑上摩托这么穷就跑了。我说：“你说谁穷？我3轮车嘲笑我，摩托车也嘲笑我。”1周之后，他来跟我表白了。这有什么好意外的？《流星花园》没看过吗？像我这种贫穷、倔强又耀眼的少女，一定会引起道明寺的注意。唐三太表白很用心啊，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方式，围了个心形，点蜡烛，很浪漫。但用的是家里停电时候那种白蜡烛，起鬼火还点鬼火。老远一看，我寻思跨火盆呢，毛领子差点给我点了。我没有答应啊，肯定不能早恋，后果太严重，万一被发现了，全校通报怎么办？通报上又写家境贫寒怎么办？这事儿呢，都已经过去很久了，距离上一次比赛也过去半个多月了。我已经好很多了，我现在非常松弛，能看出来吗？你能看出来吗？我已经想通了啊，倒数第一怎么了？那至少还没有淘汰，3菜就算菜，还能继续比赛，还在桌上就有饭吃。我把今天当成我最后一顿饭，我使劲吃，我不光要吃饱，我还要吃好，我不光要3菜，我还要1汤。谢谢。那个啥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好，我是个外卖骑手，平时上班骑的就是鬼火。但是我这人又很自卑，我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但是我现在比赛比到半决赛了，前2天有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啊，那个公司还挺厉害的，他说南瓜你愿意签约吗？我说那你们有五险一金吗？他说有，也问其他人了，其他人都不愿意签约，他们觉得合同是一种束缚，说什么1年2年，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编制啊。那个人他问我你想签几年呀？我说你最多能签多少年呀？他说10年，我说10年太少了，我都想把自己梭哈出去。能不能签100年呀？用不完还可留给我娃。去世的时候把我娃拉到床边，爸这辈子没什么留给你啊，还有30年的合同。我最近一直都很开心，甚至送外卖有些小飘了。有一次出去送外卖被交警给拦住了，说我没有戴头盔，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那个身份证还在我那个经纪人那一块呢。
小姐嘛，别废话，来罚单上签个字。我说你要普通签还是要透签呀？最近一直住的节目组的酒店很豪华，非常高档，一晚上800块钱也太贵了。800块钱没必要住这么贵，对吧？花这么多钱没必要，对吧？你如果把这个钱直接给我的话，我有很多办法的。我睡桥洞都行，我可以睡我电瓶车上，我可以睡黑灯的房间，反正他也不知道。最近开始打车了，就是因为节目组打车是报销的，所以我能打车就打车。我以前骑电瓶车骑惯了，知道我坐在车里面感觉太舒服了，不用风吹日晒，听着小音乐，放着小空调，对吧？哈，在路上一路上都非常的惬意。在路上唯一讨厌的就是那些外卖骑手，怎么老别我的车，横冲直撞的。这时候司机开始骂了，那些送外卖的没有一个有素质的。我说你别说了，他们也不容易。你看晒那么黑，他说啊，那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个艺人。我最近在爱奇艺参与一档综艺的录制，他说什么综艺把你晒这么黑？你该不会是在爱奇艺种地吧？我这个人其实学历不是很高，我当时学习挺努力的，高考考了231分。当时想完了，当时不敢回家面对父母，没想到回去之后，我爸还安慰我，他231分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少考了19分。我当时想完了，231分也报不了我心仪的大专了。我这人性格要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就报了个中专。我上完高中再去上了中专，我现在有高中跟中专双学位。你考200多分，很难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对吧？付航也考200多分。付航当年在北京当了保安，我在上海送了外卖。我们俩这么多年兜兜转转，今年在这个节目顶峰相见。但我每次录节目见到付航，我都莫名其妙老想躲着他，因为我这人本能就是怕保安啊。你知道我们外卖骑手最怕哪种保安？就怕那种有激情的保安。我们在这办决赛，他不用比赛，他守在总决赛的大门口迎接我们，我就怕他突然站起来，送外卖的不让进啊，送外卖的。我还挺 respect 保安的，也 respect 他。其实我们都挺不容易的，学历低。我也是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商场，看人讲脱口秀，我也来讲，但挺难的。我勇敢上台之后，我发现我第一次上台，我紧张的忘词了，我眼睛都睁不开。有仨观众说：“南瓜，你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加油加油！”我在台上。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前5分钟一直闭着眼睛，最后1分钟把眼睛睁开了。那一刻我看见了大家，我4年磨一剑。但讲脱口秀挺难的，我讲了几场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笑，很尴尬，我就想放弃。这是个演员，他说：“南瓜，你再坚持一下，你有自己的天赋。”我说：“我能有啥天赋呀？”他说：“南瓜，你长得像那个网红调哥。”就那个小阿哥，我都不知道哥哥是谁啊。大南瓜，你就听我的，你就上台，你给我的叫。我说那要不试一下，实在没办法。大家好，我是南瓜叫，大家都很好笑，我就模仿他，我在台上模仿，我自己无所谓，对吧？就是有老板看到我，他南瓜你很好笑，来我这演出给你200块钱。我说我怕你这商演给你演砸演不好，他没事，你上台叫就完事了。我讲了5分钟，叫了100多次。200块钱，那我得送外卖，我得爬多少楼梯，跑多少单呀？我愿意挣这个钱。我拿着200块钱啊，请朋友们吃饭，点了一桌子的菜，他们吃着还吃不完。我说你们好好吃啊，这都是我一声一声掉出来的。我嗓子都哑了，但没关系啊，因为我有京东念慈庵肉后堂，唤醒你的好声音啊！吃了肉后堂，为生活勇敢发声啊！确实。感谢念慈庵给我这个广告。
我很感谢他，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克服了舞台恐惧感，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我写了自己关于送外卖的段子，慢慢抛去那个标签，最后站在了台上，站在这么大个舞台上的线上。我看着自己播出之后，我讲唢呐的段子，讲我送外卖的段子，我很开心，好多弹幕飘过，他好像那个调哥呀。但没关系，我已经很开心了，很开心了，因为已经录到最后面了。我希望到时候后面都播出之后，大家看到我，记住我的名字叫南瓜。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那个调哥，说他好像那个南瓜呀。好，谢谢大家，我是南瓜。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很开心，很开心，观众朋友太热情了，太热情了。最近呢，我也在巡演本人的演出《小北指南》，每次观众也很热情，每次一出场的时候，观众们欢呼、鼓掌、拍照都特别开心。什么时候不开心？就你演个5分钟、10分钟之后啊，你发现有几个观众脸突然就亮了，有几个人就开始在那玩手机了，那光从下面打到脸上跟个鬼一样，你知道吗？但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手机确实太好玩了。我现在也特别爱玩手机，我很难干一件事不玩手机，你知道。现在我吃饭的时候，打开那个外卖盒子，打开一个电视剧，打开手机的朋友圈，就我脸冲的一个方向的五官都不一样，你知道吧？像我一个朋友小佳。哎呀，而且这个电子设备现在有个功能，就是每天提醒你，就是用电子设备的总时长。他有天提醒我每天玩电子设备的总时长是25个小时，我都懵了，你知道吧？我尤其喜欢刷短视频，现在短视频都有一个用户画像嘛，然后我的用户画像肯定特别奇怪，因为我平常喜欢刷一些 NBA 的视频，喜欢刷一些黑人笑话，喜欢刷一些冬泳的老头儿，我的画像很可能是一个喜欢黑皮体育生的老太太。很变态，但就是我。而且现在我玩手机玩都魔怔了，我看很多事儿都容易走神呢。比如看电影，今年有个电影叫《周处除三害》，你们看了吗？最后那个主角行刑的时候，给准备了一桌子饭菜、香烟、啤酒。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手机呢？我这顿饭没有手机，我死都吃不下去，你知道吧？我现在太爱玩手机了，而且手机的信息量太大了，我玩不了手机，我特别焦虑，特别着急。现在不仅我，很多人坐飞机没有网，他都会焦虑，你知道？然后很多人在飞机上没有事儿干的时候，就会打开自己的相册。回忆自己的生平，我前2年过得还挺好的，怎么去年怎么成这样了呀？啊！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没网，特别着急，我突然就闪了一个念头，我说飞机怎么这么慢呢？我有这个想法几秒钟之后，我反思，我说小北这已经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了，你知道？我在想飞机这东西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当载客工具用的，你知道？没准就是一帮极限运动爱好者，闲得没事干。莱特兄弟那哥跟弟弟说：“的弟弟。”我最近想飞，那弟弟没有骂他，说你有病吧？弟弟说是我说我也是，要不咱俩是莱特兄弟呢？而且我觉得莱特兄弟绝对不是第一个有飞机这个 idea 的人，但他们绝对是第一批安全着陆的人。有时候我在想啊，莱特兄弟之前会不会是莱特3兄弟？现在大家活都太着急了，经常下班晚高峰，那个高峰路上堵得死死的，然后就有一个人开始鸣笛，特别焦躁，也不知道在干嘛，也不是催谁，就是发泄情绪，你知道，哔哔一直摁，然后别的司机也开始摁喇叭，就一个开始叫，几个就开始回应，那个场景怎么说呢？有点像农村夜里的狗。我觉得现在大家路怒太严重了，我发小就是，你知道，但我发小路怒的特别均衡，就是他开车的时候会骂行人，走路的时候骂司机，但是走路的人和开车的人都会骂一种人，就是电瓶车。电瓶车骂谁呢？还是电瓶车。电瓶车这人太厉害了，不仅谁都骂，还哪儿都能去。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感觉在哪个道上都不太要命。我看出来了，这个电动车呀能混黑白2道。而且骑电瓶车的人，我觉得有一句人生格言，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你问他谁说的，他特别自信，老子。我发小就是这样，你知道？我发小这样，我发小其实平常特别有礼貌，仁义礼智信都有，一开车全没了。一开车就是会不会开车呀？啊，驾照捡的呀？着急投胎呀？我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感觉他握的不是个方向盘，是个魔戒。平常都好好的，一摸那个方向盘 ，My pleasures。吓死我了，没说错，差点说 My passion。现在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路怒症，然后我就发现从根儿上就不对劲。一开始教你的人就是一个暴躁的人，驾校教练，
所以如果你有路怒症啊，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责怪自己，就是你原生驾校出了问题。朋友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易怒，难以建立信任，感情冷漠，难以共情？这都是你在教练的耳濡目染学来的，你知道吧？讨厌教练，理解教练，成为教练。幸福的驾校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交警治理。最后呢，希望大家路怒的时候冷静一下，不要冲动，也不要问候对方的父母，我觉得挺不好的。实在不行，你可以问候对方的教练。谢谢大家，我们各位，谢谢。大家好，我是门枪啊，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比赛比到这个阶段哦，我家里人开始关心我了。我爸问我，他说：“儿子，你淘汰了吗？”我说：“我签了保密协议。”他说：“哦呦，你这么讲，我懂的，儿子，有信心夺冠吧？”我说：“完全没有，大家都比我行。”他说：“哎，别人行，你要更行，要像个男人一样，不能怂。”我说：“爸，要不你来讲？”他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就我爸一直不许我怂，所以导致我现在一怂我就感到羞耻，我一怂我就感到羞耻，所以我现在这个人就是很有怂耻感。一个谐音梗，哎，我这种朝气蓬勃的羞耻感啊，就是从小培养的。当我还是一个小次郎的时候呢，我爸就用他那一套要像个男人一样的标准来培养我，他立志把我打造成一个堂堂正正的次郎，所以他在家就是这样，他就是哎，不能喊痛，不能喊累，不像个男人。不要病殃殃的，不像个男人。生病了还要去医院，不要去医院，不像个男人。他从来不带我去医院，他自己也不去，你知道吧？他预防生病的方式就是不承认自己生病，因为他觉得所有的病到了医院才叫病，在家里就确诊为不舒服。到医院了叫感冒，在家里叫喉咙不舒服；粉碎性骨折在家里叫膝盖不舒服；食物中毒跪在地上抱着马桶吐是喉咙和膝盖都不舒服。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发烧发到39度，我爸就说：“哎，39度有什么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发到40度，男人呀，发出来就好了。我喝碗粥嘛好了咯，喝碗粥都不好，没出息。加点肉松和麦丽素。”朋友们，我那个时候小学1年级，一口气喝了一碗粥，加肉松加麦丽素，好难吃哦，那个味道就是具象化的爹味。他就是不带我去医院，还好我后来出息了，我发到了40度。但是他紧张啊，因为我神志不清，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烧到神志不清，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叫爸爸，他就受不了。父爱如山啊，零下2、3度的天，凌晨4、5点钟，他终于把我抱了起来，放到了自行车后座，蹬了40分钟，蹬了40分钟，我们2个人终于来到了静安寺门口。冲到最里面，找到菩萨。哎，那个时候我发烧发到40度，我爸骑了40分钟自行车，我们2个人跪在那里，自己头上就在冒烟啊。菩萨可能都懵了，他说：“哎呦，这家人香火好旺啊！”我就问我爸，我说：“爸，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要带我来静安寺？”他说：“哎，你是我求这个菩萨求来的。现在你出问题了，他要负责的。”菩萨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售后客诉事件。我爸质问神仙的样子真的很像一个男人，而我跪在那边脸红心赤的样子真的很像一个赤佬。所以在我爸的影响之下呢，我长大后到现在为止总是时刻刻意的很表现的阳刚，到现在还是这样。前2天我去按摩，我被师傅按到痛死了，那个师傅把我按到痛死，但是我羞于叫出声，你知道吧？但生理上又控制不住，所以就从我的胸腔里面发出了一种，不能说是呻吟吧，更像是被按在生死边缘摩擦的声音。哎，师傅说：“你痛吗？”我还没用力哦。哦，他还没用力哦，朋友们，那个房间3平米，2个人1张床。他没用力，我痛死了，这不是见鬼了吗？
我很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痛，所以我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就这样转头转过去看。这个动作很危险，大家不要学。我是练过的，小时候考试作弊，然后就，他整个人的姿势是腾空，两个脚顶着墙壁，用手肘撑着我的腰。B boy， 我想我这是在被精油开个背吗？这个是精神小伙在我背上开个洞。我很生气，他明明这么用力，还说是我的问题，所以之后我就知道怎么去回应他，怎么去对付他了。就是他按得我有一点点痛，我就叫，我就不内耗了，我就叫到他受不了，叫到他受不了，叫到他说，哎，你叫轻一点，我说，哎，我还没用力哦。后来我就反思，我想说，男人一定要刻意的时刻都表现得很阳刚吗？我觉得不用，我觉得男人应该也有很多面，怎么着都行。所以我的自媒体内容里面有很多反串的内容，数据特别好。哎，果然我这个人啊，太像个男人，赚不到钱，所以我就化了大浓妆，贴假睫毛，然后戴假发。我爸一开始很生气，他说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啊，你怎么不像个男人？后来数据越来越好，他说，哎，你这条视频偷懒了，妆没有上一条浓，怎么像个男人？我很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他会求我给他安排一个角色，帮他化个妆啊，让他演我婆婆。我爸就是这么现实，像个男人一样。真的，现在做了自媒体，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单一的价值观或者那种评价体系所束缚。我现在的宗旨就是：人不好我，我不好人；你不好我，我好得很。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回到当时那个静安寺我发烧40度那一天，我很想放下内耗和羞耻感。我想跟我爸说：“我说爸，你看菩萨的姿势，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是 yes OK 吗？”我说：“不是。”我说菩萨看着自己的3个手指甲，是让我们都去3甲医院看看。谢谢大家，我是李湘。